吧，大家好，我是纯真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欢迎各位。真的哈，宇宁今天特别忙，然后赶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现在正在拍戏，对不对？对，这刚刚收工。刚刚收工。化了个这个现代妆就过来了，非常匆忙。所以今天这个拍的还顺利吗？挺顺利的，主要今天这个横店真的是艳阳高照啊，就是顺利是很顺利，但是热是真热啊，暴晒一天啊，感觉这个也是这个出了一身汗。不过刚才回去洗了一下。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过来跟大家见面。说老大特别有信念感，我看到弹幕了，是不是？信念感是吧？就是因为可能包括唱歌也好，或者是演戏也好，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嘛，包括直播，哪怕我坐在这儿，我会有一个信念感，告诉我面前坐的都是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在我面前，我在跟你们正式的交流。那可能唱歌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念感，你要身处那个故事的当中，你可能是某一个主人公，你去把这个故事。表达给大家。那可能你在演戏的时候，你此时此刻你正在挨鞭子，那个作为一个演员，你在那不能真抽你吧，是吧？你得有那个信念，好像这个鞭子真的打在身上。所以这个信念感，对于一个这个演员也好，歌手也好，或者是做直播的也好，就是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分享与纯真的美好瞬间或故事，我觉得就是让我蛮开心的，可能。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酸奶嘛，是我与这个品牌的一个美好瞬间吧。我觉得，因为他让我办了一场，就是跟那个粉丝有个线下的见面。见面会。对，有个见面会，然后在一个相对来说还挺好的一个礼堂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做做游戏，玩了一会儿。我觉得那个时刻让我还觉得蛮美好的，而且一直觉得还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给大家来还原一下当时喝到我们的那个酸奶第一口的感受，就是。满足，尝亮，太棒了！来，我们先回座吧，先回座啊。这个真香卡一张还是一样，我们继续给各位来抽，朋友们还是一样哈，您可以刷。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刷刘宇宁比较多，你有没有真的怕的事情或者动物或者是什么东西？我怕黑，对，特别怕黑，因为我。那个有的时候跟他们出去那个玩一些什么密室什么那种的，我就会特别害怕。对，特别怕黑，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有和剧组的人员一起共同吃过的美味还记得吗？或者说你请大家的这些美味？一般都是别人请，不是没有的，一般都是剧组请了。像我们出去聚餐都会剧组去，就是带着我们去吃好吃的。那可能在这个。横店这个地方呢，可能其实这所有的美食基本都有，说川菜也好，或者火锅也好。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应该吃的火锅吧？对，跟那个剧组的小伙伴们一块吃的火锅，恰当。我说过我不闪躲，你非要这么做，讲不听也偏要爱，要努力爱，让你明白，偏爱。还记得去的最多的城市是哪？别说是横店。真的说来横店的是横店，没有出差最多。其实我这几年几个城市比较多吧，北京的就不用说了，我上海去的比较多。对，我还挺喜欢吃上海菜的。我开始以为我一个东北人对上海菜可能有一点偏甜的这个口味不太喜欢，但是去吃了几次还挺喜欢的。上海菜不错。我这会不会很俗气？画了个一箭穿心这个，这会不会？这好像是我这个上小学时候干的事儿啊！今天终于拿起了画笔，又画了当年学会的一个东西啊！这样，不然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感冒了？是冻着了，还是累着了，还是没有？因为这个最近在剧组拍戏嘛，然后这个戏呢，我又扮演一个所谓的这个武林高手吧，就每天拍打戏嘛，蹦这个上蹿下跳的。然后呢，你拍一天呢，横店比较热，然后呢甲也比较厚，就容易就是基本上就是透了，湿透，然后特别热嘛，然后赶紧到那个有空调的地方去凉快，但是这么一冷一热交替，就给我搞得病了。结果我以为3天就好了，我以前是一感冒就2、3天就好，我现在已经快1周了还没好，哇，太遭罪了啊！抱歉，今天状态不太好，各位啊。所以啊，平时可能说包括古装啊，包括现代，其实都拍过。对，你更加喜欢是拍古装，还是更加喜欢拍现代的一些戏？我以前是更加喜欢拍古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作为一个，我还有个歌手身份嘛，而且我没事也直播，我总有一个现代的形象就出现在大众面前，所以我就希望多拍古装。然后因为古装它有扮相嘛，它会戴个头套啊，穿什么盔甲呀，穿这个古代的衣服呀，它其实会让观众没有那么的和我刘宇宁这个本人联系到一块儿，会有一些就是不能。就是别人一看啊，就是刘宇宁什么那种感觉嘛，所以就拉一拉那个反差感。但是这几年是一直在拍古装，我基本
只拍过2部所谓的正儿八经的现代戏，我只拍过2部，所以我现在感觉古装也那个什么了，那个拍的也够多了，我可能考虑会拍一些现代戏了，考虑可能是现代戏再补充，再感受对，因为感受体验一下，然后换脑子，然后那个也去跟这个其他演员多学习学习，那我特别想问哈，就是接触到了一些角色，有没有一开始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去演，但是非常非常向往的，就是我特别想去尝试或挑战的一种角色是什么样子？在现代戏里演一个精神病人吧，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就是那种精神有分裂的，就是一会儿自己的沉醉，然后一会儿的话又会有不同那种爆发的这些表现。对，就是智商很高，但是他这个精神不正常那种感觉。喜欢挑战，喜欢挑战的这样的感觉哈。是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比方说现在很多朋友们也会比较关心，说宇宁给我们出的这些作品，你一般情况下是会先看这个剧本好不好，还是看自己喜不喜欢演，或者说大家喜不喜欢看？首先第一是一定是剧本了，当然他那个一般项目来拿给演员，拿给我们演员的话，第一定看剧本嘛，剧本整体怎么样，然后呢再看你可以，人家叫你去饰演的角色嘛，跟你这个首先。你到底适不适合嘛？然后你喜不喜欢，这就是喜不喜欢其实是其次的，更多是适不适合。而且我们所以其实像我这种位置的演员，我只能被选择，我很少会去有的选择的啊。所以就是，我适不适合？我觉得适合我是最重要的啊。在这个跳转到演员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要慢慢的去磨合和学习，是不是没有当歌手那么自如或者那么轻松？其实我当歌手也没那么自如，我也不是专业学过。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更多的事儿是熟能生巧，而且我去琢磨。我比较喜欢琢磨，因为我也没学过唱歌，但是呢，我就会到网上去看别人怎么唱，听别人怎么唱，然后去模仿去学习。其实演戏对于我来说也是，就是突然从一个歌手走到演员这个。当然我也是在演员这方面，我是真的找了专业老师去给我上课的。对，所以我觉得。能在我这么大岁数还能从事另外一个职业的时候，我就把想法做好，就找老师教我。但我现在剧组每天还是有表演老师的，然后定期的时候上课，然后调整台词之类的。对，也是还是想把它干好吧。而且我刚刚听到的就是架着这个桥梁，让很多的粉丝能够和于宁做那次见面会。哎，那次见面会还有什么那个难忘的事情还记得吗？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开演唱会了，但那天在台上让我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蛮开心的。然后就真的感觉我好像有点好久没有在这个这么近距离的给我粉丝唱首歌啥的。反正那天那个环境我就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真的有遗憾。就那阵我太胖了，就是上台拍得很丑，真的是没有别的了啊，没有别的，但是很开心啊！再次感谢宇宁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谢谢，辛苦您，祝您一路长虹哈！哎，谢谢。好了，朋友们，再见喽，拜拜。